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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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打主堡，我们要恭喜 PSG 3-0带走了 BYG， 拿到了春季的总冠军。As 2 more kills come across, and he has 13 kills and a Nexus to his name. 我们要恭喜 PSG 拿下这场，而且顺利的达成赛季应该是全胜。全胜 ，How to lose? How to lose? Congratulations on the 3-3 win. Sadly, it is still only third place. 今年的回顾吗？那我觉得就让我们从2020年的结束开始好了。其实从2020那一年的世界赛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积极的去补强，就是今年2021年的选手们他们的就是强度嘛。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2020年在上海那个世界赛碰到了就是很大的意外突发状况，就是中野韩国人在前面入围赛的时候不能打嘛。然后导致后面可以打的时候，其实 Unify 也出了状况，那等于入围赛都没有办法打，那一直到可以打的时候才陆续在Unify 是在入围赛的很后面的场次才出来救场嘛，然后再进到小组赛之后，其实我们只有2天还3天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训练赛，你还不一定约得到。我记得我们只约了1天6场的训练赛，去帮韩国选手就是 River 跟那时候的 Tank 去做磨合嘛。那当然前面磨合，然后再加上前面上场了前2场其实也当磨合去了，就没有打得很好，但有到后面的时候就有磨合完成的感觉，所以才有赢下就是京东的那些场次。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帮队伍取得更好的选手，去让整个队伍看起来更强，还有就是实际上也更强。那就在这个点上，我们积极的找了很多中路，最后让我找到 Maple， 那当然也成功说服了 Maple 加入我们一起去挑战，就是2021年希望能打到8强嘛，毕竟我们2020年是16强止步。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想要以8强为目标去打造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PCS 队伍，那甚至希望能达到以前 LMS 在 S5、S6不能达到的那个8强的高度，我希望能再进一次8强。那当然 Maple 也被我打动了，就加入我们要一起去就是拼这个2021年世界赛的8强嘛。所以春季赛大家可以看到，春季赛我们队员们刚到香港，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所以需要21天的隔离。那对选手的身体或者心理的负担，是不管是身或不管是心的负担都是很大的，因为你21天你要隔离在香港小小的酒店里，即便我们已经找了一晚是$500多的酒店，那他们21天压力还是挺大。那出来之后马上春季赛就开始了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有一点处于磨合期，还没有这么完美的一个 PSG 的状态，稳定度也还没拉上来，所以你就会发生了我们例行赛输掉唯一的那一场，就是输给 Beyond Gaming 嘛。Maple 选了球女，教练让 Maple 选了球女，然后不小心输了一场。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教练直接封印了他的球女嘛。进入春季的季后赛以后，那基本上我们就调整到一个很平衡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碰到任何的队伍基本上都是被我们车过去了，所以我们在春季的季后赛基本上3个 bowl 就是直接车过去，就是直接它是 bowl 5嘛，所以我们打了一个9-0，然后直接拿到了春季赛的就季后赛冠军，而且也拿到了就是今年2021年 MSI 的门票。其实这一次是我们第2次取得 MSI 门票，但是因为2020年的肺炎疫情导致了那一年的 MSI 没有办成嘛，变成以线上的 MSS 取代，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啦。那其实我们应该有2次机会的。Welcome back, my friends, to the final game of day 1 of MSI 2021 here. We've got the LEC's Mad Lions going up against the PCS's PSG Talon. And Kobe, I'm excited for this one. This should be a banger. 接着我们在拿到春季赛季后赛的冠军以后，就取得了冰岛 MSI 的门票嘛。那与此同时，我们的 AD 选手 Unify因为春季赛
就是季后赛打完之后的那个休赛期的期间，就是其实一打完季后赛，他的肺部就又再度发生了气胸的状况，所以进行了第2次的肺部手术。因为他去 MSI 的话，这趟是要去冰岛，所以他必须要经过2次的转机，那起降的气压变化，也许会影响到他的肺部的状况，所以最后就是医生就是警告他，以现阶段的状况，就是术后1个月左右，还是不到1个月。那如果你要搭长途飞机又上下，有机会出状况。那出状况的时候，医生就说，那也是需要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或医师在飞机上，才比较安全，才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嘛。那在经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就决定就是去劝 Unify 不要去，因为 Unify 自己说，就是他已经前面世界赛没有办法，就是如期的上场打。那这一次如果要放弃的话，他觉得很难过。最后我们向 Beyond Gaming 向特哥寄来了 Dogo 参赛，然后当然 Dogo 的加入，新队员的加入，就是一个队伍都需要重新的再磨合，哪怕他是 AD 位置，这个磨合的过程中比想象中的顺利，因为毕竟采选 Dogo 他的个性挺外向的嘛。然后另外我也必须感谢就是冰岛的这个蓝湖温泉，它的英文是叫 Blue Lagoon 的这个温泉之旅。那我们也看了喷泉，那我觉得这个温泉呢，大家一起泡温泉，然后再看喷泉，这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就让大家、让队员啊、教练、选手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所以这磨合得更好。那就是后来就登上了 MSI 这个大舞台嘛，这个舞台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区域最强的队伍、最强的选手才能参赛。那我们在 MSI 其实成绩很好，最后的成绩是4强。当然这中间我们几经苦战，那最终我们还是有击败了世界级的队伍 RNG 跟 MAD， 还有打爆了 Cloud9 C9 嘛，那北美冠军也是世界级的队伍啦。然后我们最后进了 MSI 的4强，这对我们或者对 PCS 对 LMS 赛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吧。所以在这股能量、这股好成绩的动能的推动下，接下来我们从 MSI 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准备了夏季赛，因为夏季赛一回来，马上2个礼拜、2个礼拜内就要开始了。PCS 的王座，我们准备要恭喜这场比赛，最后是3-2结束，恭喜 PSG。在 MSI 结束之后 ，PSG 塔隆拿到了4强的好成绩。那 PCS 2021年的夏季赛就紧接着到来了。其实这边我想讲一下，就是对于选手来讲，其实 PSG 的选手今年真的是非常辛苦。为什么？因为在 MSI 结束之后，他们必须返回各自的国家嘛，像 River 他就要回韩国。那该回香港的回香港，那该回台湾的也要回台湾，所以大家就回到自己所在的区域，要马上进行隔离。那隔离完之后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台湾这边，因为是我要处理嘛。他们在隔离的第14天放出来，我当天就带他们去紧急找了医院去帮他们做了这个筛检，然后在隔天拿到就是阴性证明之后，就马上搭着飞机就飞回去香港，第16天就飞回去香港，再进行14天的隔离，所以很辛苦，双边隔离28天，然后中间的事情你还要去做肺炎的筛检。然后回去之后呢，就马上就是开始了夏季赛嘛。当然夏季赛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就是从第一场打到最后一场，我们没有输过。我们从一开始就用了很强的气势，带着 MSI 4强的这个气势去碾压了所有的队伍，然后也写下了常规，就是夏季赛常规加上季后赛夏季的季后赛的22连胜纪录。那在进入季后赛以后呢，其实我们面临了版本的剧烈改动，就是中野的这些改动，然后还有选手状态的下滑。当然我可以就是以比较客观的立场去说，就是当你18连胜的时候，难免你选手或者是教练团本身就会有一种我很强有点膨胀的这个心态，教练团在 ban pick 上会比较放松，选手也会相对打得比较奔放一点。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虽然第一轮以3-0击败了 J Team， 但是到了季后赛的第4轮，
就是状态不佳，加上有点大意的状况下，我们最后是2-3输给了 Beyond Gaming， 然后被他们一脚踹入了败者组。那一并也终结了我们前面这波历史级别的连胜记录啦。然后，所以我们后续又在就是从败者组再往上再打了一次 J Team， 然后上来我们也是做出了调整，然后克服了在第2轮对上 Beyond Gaming 的时候一开始的那个逆境，然后甚至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我们是以从逆风的状态，然后反败为胜，然后最后拿到了夏季赛的冠军嘛，然后 PCS 的第1种子挺进季后赛。所以在夏季赛结束之后呢，当然我们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那所以我们在进入世界赛的时候，我们就是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世界赛的竞争强度完全是另一回事。2021年的世界赛嘛，就是今年世界赛在冰岛。其实我本身也是跟着队伍去了一趟冰岛嘛，我只能说冰岛的风景真的很美，那它的极光也是美到冒泡。在前面就是 MSI 我们取得 PSG Talon 取得4强的成绩以后，那其实2021年的世界赛，我们被各个地区的顶级队伍都视为很大的威胁。因为毕竟这次我们终于派出了 PSG 完整的阵容 ，Hanabi、River、Maple、Unify、Kaiwin 嘛，甚至韩国的媒体还说，哇，传说中的一军终于要出来了嘛？对，没错，2021年世界赛我们终于来了，英雄联盟中最顶的选手，我们将再次齐聚冰岛。那其实呢，我必须讲，就是在夏季赛的季后赛，在这一阵乱流以后。那其实我们就是一直都是战战兢兢的，希望能就是慢慢的把状态拉回像在 MSI 的时候那个状态。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从小组赛杀出重围，然后去尽力去争取，就是再次在睽违5年、6年以后再次进入8强的这个好成绩嘛。所以我直接讲到就是游戏的内容好了，就是第一把我们就直接选出了一个超新的组合，就是中路蛮王上路凯能开店，然后蛮王去 BD 的这个组合。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我们中间有取得了很多的优势嘛，就是对 RNG 的这一场比赛，我们中间团战拉扯啊，顺风逆风不断的翻转，那最后终究我们没有能把握住这一把，我觉得这是世界赛这一次 PSG 最可惜的一把，真的应该要赢的。接着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嘛，就是接着在第2轮我们输给了韩华之后，这让我们进入8强的命运就交给在后面那一场的 RNG 手中，就是很可惜的，我们最后没办法在第2次跟 RNG 的交手拿下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又再度16强止步。不过好的地方是我们有多拿了1胜因为去年2021年是2胜4败，但是2021年我们最后的成绩是3胜3败嘛，有一点点的小进步啦。但回来以后啊，我们其实自己对于没能进入8强是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失望啦，但是毕竟是过去的事嘛，那我们目前就是要展望未来嘛，就是看着2022年，然后去把队伍再重建，再做补强。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这场旅程，我知道大家也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下个赛季会发生什么事。在这边请容许我卖个关子，那我只能跟各位说，我会试着让我们的队伍会更有竞争力，然后也可以在2020年去试着再去突破，就是我们这2年没办法突破的魔咒，就突破16强，看能不能在2022年晋级世界赛的8强。